那么今天咱们来继续聊一聊看到科技。看到科技，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是当时 Coocam Eagle 的那个消息刚刚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网上做过一次那个答题活动，好像是问卷。然后当时咱们频道也参加了那个问卷调查，然后是比较早期的去提交问卷的，所以当时就被比较幸运的被官方抽中了，就得到这么一个奖品。但这个奖品本身啊没有太多可说的，但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呢，给大家一起来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品牌的一些比较早期的产品的故事。可以说也间接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行业呢，在2016年、17年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么我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咱们还是简单看一看这个配件的东西吧。这个配件呢，咱们我记得在那个看到的公众号上是见过的，就是在那个 Coocam Farm， 在它是类似于那个好像有一个什么航天宇航的那个展览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宇航员的那个主题的那个帖子里面曾经出现过这个配件。那从这个盒子上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官方的看到科技的定位啊，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整个看到 slogan 叫看到，因为看到所以相信，这个也是看到科技2021年年会的那个主题，因为看到所以相信。那么侧边是这个看到科技新一代影像领导者，所以这个定位就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我还很清晰的记得，就是我的第一款看到的消费型产品，看到 Coocam 4K 第一代，刚好在我手边。它当时的那个看这是那个第一代的，这个很早了，非常有历史了。2018年，应该是18年吧，18年还是18还是17年忘了，反正挺多年过去了。当时的那个叫新一代影像领导者，当时那个定位叫什么？看啊 ，Hello the future of imaging， 影像的未来。其实两个的核心意思是一样，但是只是在这个整个的品牌的核心内涵的表达上，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表达，对吧 ？Hello the future of imaging， 那这个叫新一代影像领导者。显然这个的措辞更加的铿锵有力一些。那么这是 Hello the future of image。那为了拍今天这个视频，我还特地的把这个 Coocam 一代给它装起来了。所以今天呢，就是讲完这个手机夹，就顺道着给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看到 Coocam 的一代手机夹在这里。类似于是一个，反正它这里面那个泡沫比较碎，然后打开泡沫之后就这么一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石膏的好像是一个石膏，然后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在桌面上。好像这个手机夹现在来说，这种手机支架现在应该说比较常见了，它本身没有太多的这种充电这些不一样的设计。这个手机实际上在这里看非常像是2001太空漫游里面那个方尖石碑。这种配件可以将来其实会有更多的这个设计的巧思在里面。你比如说可以放充电口，可以放这个蓝牙音箱，反正还可以放一些小灯。总之这里面可以玩的地方是非常多了。那咱们国内的朋友啊，应该说拥有这台相机的人并不多，或者说拥有初代的，就是这个相机出了好多批次，这个是最早的众筹发货的那一批。这批可以说代表了看到 Coocam 一代的最经典的这个形态，当然它后面做了很多设计的改进。从这上面呢，可以看出就是它在我的这个整个创作过程中的很多的经典的回忆。包装的话呢，首先在那个年代，这个包装是非常惊艳的。那么它的叫 Record the world through new horizon， 就是当时的那个 Coocam 的 slogan 呢，还不叫那个叫 Relive your journey 嘛，它还不叫 Relive your journey。Relive the journey 呢是后来重新对着这个相机内涵重新做了一次阐述之后才形成的。最早就叫 Record the world through new horizon， 通过新的视野去记录这个世界。那这个相机有一些特点啊，就是比如说 4K 360 One click to capture everything around， 它可以拍摄 4K 的照片和视频。这个 4K 的规格在当年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那应该说是属于行业领先的规格，因为那个时候在市面上只有 GoPro Fusion 能够拍摄 5K 以上的画面。当时 Insta360 的 One 也是刚刚发售不久。然后 Two Mode to Play， 第二个是有 3D 180的这个，它有同侧的2个镜头，用手机握持就可以了。然后它获得了这个2018年的 Design Award 和 CES 2018，那所以说这个相机应该就是在2018年上市的。2018年 Coocam 360 and 3D Camera， 它的一些特点 3D VR 180 2D VR 360，还有 Refocus， 因为你通过双目可以计算这个深度图，所以呢可以重新的计算景深，拍 4K 的视频，而且这个 4K 视频是 Full Sensor Readout， 是全像素读出的。Time Lapse 可以拍延时，可以拍120帧的这个超级慢动作，就是拍着2K 的。
在当时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规格了啊。当然这种就是用 4K 的 binning 的方法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可以很好理解。的 Video Stabilization 当时还没有那个叫 Super Steady 这么一个提法啊，但是它达到了和 Insta360的那个 Flow State Stabilization 等效的这个能力，同时还可以做直播。好，那这个简单看看这个开箱啊，那个具体的照片的话就不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到时候给大家引用一个画面吧，就是当时我还做过一个教程 ，Hello the Future of Imaging 这个，然后呢后面是一颗这个摄像头，打开，里面是这个 QCam 的说明书啊 ，QCam 说明书，而且是彩印的，并且就是像那个这一颗就像一个眼睛一样，在这里去看你。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挺经典的一个设计，而且当年他们还定制了一个叫蓝牙遥控器，这是一些相机的设计。那这些说明书看上去是很亲切的，就是在第一代，就是当年那个时候，其实全景这个行业本来就不是特别的那个火，那当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形态，所以看到这些整个画面的时候呢，我个人是心里是挺受触动的，这几乎就代表了整个行业的一段历史，也是我个人创作里面的一段心路历程。好，那这个在装在里面之后，好，打开。然后呢，这个现在这里边其实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啊，这个是当年我魔改的一个底座，然后这是 QCam 的相机，这是盒子，打开其实就没有了啊。简单给大家聊聊吧。这个相机当时第一代做的时候呢，也遇到了挺多的问题。你看到当时我这上面还做了很多贴纸，所以这个贴纸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贴纸也是限定版的。贴纸和这个手机夹一样，就是只属于一少部分人拥有。那它是这样一个壳，打开之后呢就是相机，这个相机它是带这个就是45度铰链机构的嘛，它可以反折，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然后这是那个塑料的保护壳，它很好的保护这个镜头，而且呢，上面这两个镜头加上这个镜头，3个镜头都可以保护，所以它在直立拍摄的时候，它就是一个360的相机，它用这个摄像头和这个摄像头。那我们把它掰过来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 VR180的镜头，2个鱼眼，每个各拍180，那就可以计算深度。它这个铰链设计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铰链设计呢，就把整个的相机的控制供电和整个的 sensor 的采集这块整个分开。那这块的整个就可以塞入一颗18650的这个3000毫安时的这个电芯了，所以这个相机的续航非常非常强。然后它快门键在这里 ，WiFi 键，指示灯键，然后插入 SD 卡在这里，所以它整体是一个全金属的机身。这个在至今看来啊，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设计。这是我的那个存储卡。首先，第一个就是全金属设计的话，它这个 WiFi 信号的这个传输啊，不是特别好解决。那么再一个是全金属的设计，它的成本来说比较高。第三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装配的工艺难度上，用全金属设计也比较有挑战性。但是 QCam 做到了，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相机用了18到22年，4年多的时间，还崭新如初，并且这里面我都把它扔到火里面拍了好多次了，因为全金属的机身加玻璃镜头是不怕火烧的嘛。顶部呢，为什么做这个处理？顶部就是做了一个防风的泡棉，因为 QCam 4K 的收音效果特别的好，它加上泡棉之后呢，基本上就杜绝任何的风噪了。那这个相机它设计的时候，尤其是拍360的时候，看它是一个偏心的设计，它不是一个叫反折式光路的，就是偏心的。这一个 sensor， 这个 sensor， 而且呢，靠上这个 sensor 呢是比较占便宜的，它220度的视场角靠上去摆放的时候，这个拼接质量非常好。靠下这个镜头尽管会吃亏，但是设计师在这里做了倒角，看到了吗？所以呢，还220的视场角也完全不浪费。所以 QCam 的虽然是分辨率只有 4K， 但是它的拼接质量非常之高，因为它的2颗镜头都是220度的视野，所以它可以去拍摄一些非常近距离甚至是微距的题材的全景照片。所以这是这一代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我试试能不能开机啊？长按就开机了。那这个声音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设计。然后这是默认的话就360模式，把它掰过来，然后它就自动的跳到180，就这样一个设计。180的时候呢，你用单手去握持，用它拇指去摁的时候，那就是直接进行拍摄，就是前面2个镜头，一拍就行了。然后再给它掰过来，这是360模式。那么再按一次的话，可以打开 WiFi，
那再按一次呢，关闭 WiFi，那这插 SD 卡了。然后当时这个相机，我就说一开始咱在上期的那个视频非常长的时候说过，就是 Qualcomm 在设计第一代相机的时候啊，走了不少弯路，因为他们对于全景相机应该是如何被设计的这块显然缺少必要的概念，所以他们底部的这个设计，你看到螺丝孔是偏心的，以至于他们会为了这个螺丝孔单独要设计这么一个转接件，而且这个转接件下面还是 GoPro 接口的，它还不是1/4的，你要去这么去装，所以后来我也把它魔改成这么一个结构，就笔直的一个结构。这就实现一个完全隐形自白杆了。那装配的时候就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你看他们的底部设计实际上是借鉴了一些专业相机的固定的方式，一颗螺丝加一个定位孔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当时这个底座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很多时候当然强度不够嘛，所以那个出现了一些朋友出现了那个就是底座被这个跌落会开裂这个情况。后来他们第一批的这个货还加了一个这个裙子。就是这个加强版的底座，通过一个顶丝，那我就可以把它整齐的抱起来之后，那这个结构就很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它站在桌子上会更稳。所以说，只有第一批的众筹的用户，后来呢，就是大家那个看到免费给寄这么一个底座。当然，我这个底座不是看到给我寄的，这是因为当时我有幸到了那个深圳，去了公司一趟，然后在公司现场装的，所以呢，我这个 Qualcomm。是见过很多就是Qualcomm看到科技的一些元老级的人物的，而且这是那些看到的元老亲自给我装上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个配件。而且这个我手里面这个 Qualcomm 4K 呢，就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台，就随着我上天入地拍了很多精彩的这个作品，而且这些贴纸我相信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这个 Qualcomm 应该说是我的迄今为止最重度的一个使用相机之一。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把它带在身上，因为它确实很有用。当时还用这么一个绒布袋子，那么把相机不用的时候装里面，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在创作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这个袋子就是当时就被大风刮走了，后来我也是找客服单独去买了一个。这个袋子大家仔细看的话，上面是有这个 logo 的，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可能看不到，有一个类似于 Obsidian 那个标志，所以这个袋子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个配件，所以这上面的历史感非常多。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拍摄能力呢，就是有 DNG8，是最早配备了 DNG8的这个照片拍摄能力的一个全景相机。美中不足的是，这一代相机当时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它的最长曝光时间只能到1秒钟吧。我记得最末期的时候才解决长曝光的问题。最开始这个曝光时间只能到1秒，所以这一点就稍显遗憾了。后来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这个 Qualcomm 4K 能够拍到非常非常惊艳的这个图片。不过现在的话呢，只有一个 Qualcomm Lite， 就是把这个镜头去掉了，只剩这2个，而且这个转轴也不能转了，就是 Qualcomm Lite。Qualcomm Lite 应该说它设计上，在 Qualcomm 的第一代 4K 上做了一些裁切，但是呢，同样是一个经典的设计。总之，这个全金属的这个机身的设计，应该说是我迄今为止用过的全景相机里面手感是最好的，就真的是全部都是金属，而且它的 WiFi 的信号也同样做得非常好。有可能是这两个上盖可能是非金属的，但是它同样你摸上去的时候也是金属的这个质感，所以可能是通过这2个地方去解决了 WiFi 传输的问题的。而且这个 Q 这个标志，我个人觉得也非常经典。那么看到科技不是后来5月份，我估计5月份要发布那个 Qualcomm Eagle 了。那么 Qualcomm Eagle 咱们频道也定了，应该说同样会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批能够拿到 Qualcomm Eagle，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咱们频道5月份会给大家去更新。如果说5月份会正式的发售的话，那5月份会给大家更新 Qualcomm Eagle 的这个全新的视频系列。应该说 Qualcomm Eagle 呢将会把 Qualcomm 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全新的体验。还有一些这个全新的技术突破，那么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行业里面不一样的一些存在感，好吧？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因为这个手机夹，咱们就顺带着聊一聊看到科技最早期的消费级产品。实际上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多Qualcomm 8K 的话，我们要讲的话呢，能够讲的比这个 Qualcomm 4K 还要多。那么咱们有机会再给大家再唠那个 Qualcomm 8K 吧。那么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弹幕里扣1告诉我一下。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最后呢，就还是纪念一下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获得抽奖的这么一个小的手机夹，好吧？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